今天不交20万彩礼钱，就休想让我闺女下车。对，你不交就别少。对，加不加？对，快点钱！燕哥，我妈要的只是你一个态度。相亲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还等着给我儿子娶媳妇呢，你到底嫁不嫁你？嫁不嫁？嫁不嫁？结婚了。老燕呐，你也退下来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接手集团呢？爷爷，我对集团真没兴趣。你小子成家立业，你总得占一头吧？你安安生生的找个人结婚，集团的事儿我就不再强迫你了。30万彩礼，我已经给过了。行，你不加是吧？好，什么时候你小子攒够彩礼钱，我闺女什么时候嫁给你？走，你自己想想吧。妈，这钱要不晚点再要。你懂什么？生米煮成熟饭就不好要了。走。燕哥，真不结了？要不哥几个给你凑凑？喂，喂，黎燕，哎，我是之前在医院那个，秦月。对，你还记得我？啊，记得。是这样的，我记得你的老家是嘉乐川的，你能不能让你老家的朋友过来帮我个忙？我在距离嘉乐川5公里的地方，车坏了。具体位置发我。好，谢谢。But I thought we come so far. Now we have to live with all these regrets. 黎燕，你在嘉乐川？嗯。这不会是听说燕哥今天结婚过来抢亲的女人吧？我看像是吧？过来帮忙，到后面推一把啊！哦，不是叫你，上副驾。来，我数3、2、1。好，3、2、1，退！3、2、1，用力！走燕哥，可以了。看样子一会儿要下暴雨，什么打算？我本来要去睡觉的。哎，你们村有没有什么民宿啊？我先住一晚。一个人去睡觉？男朋友呢？分了。你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无意间刷到了你的朋友圈。抱歉。没事，我才不在乎呢。我们荣城有句老话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你家要办喜事啊？原本是这样的，不过取消了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谢谢。先去那坐。我来吧。接个电话。你
小子不是说孙媳妇有信儿了吗？我问你妈，你妈也说不知道，什么情况？人呢？临时出了点问题。什么？你小子这次不会是诓我的吧？没有，这一次应该不会错。怎么不吃啊？等你。那个酒能喝吗？你刚才说婚礼不办了，是你的婚礼吗？对，不办了。领证了？还没有。那就好。哦，我是说，及时止损总是好的。你看我，谈了3年，不是说没也就没了。这不看来，咱俩同是天涯婚礼泡汤人，值得喝一个。也就是说，你从相亲到结婚也才3个月，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家里催得紧，我就跟着走流程。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吧？还有像我这种自己赶鸭子上架，结果被人骗了的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你能被骗，说明你身上有被人惦记的东西，不算糟糕。有道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有什么好让人惦记的？你看着我，我有什么好让人惦记的？嘴角有东西。我擦掉。Driving your car, I'm your baby, so sweet. And you said in the backseat, you say you love me. And you said in the backseat, you plus X.你醒了？昨天晚上我们……不怪你，我也喝多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有点乱，你先出去，我要穿衣服。好。我做了早饭，吃点。谢谢，吃完我就走了。去瑞江。我想先洗漱一下。洗漱台在1楼。清月，要不我们……看他的样子，应该不想和我有什么关系吧？没事，你先下去，我给你拿洗漱用品。
你谁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姐，大白天的出来吓人。你才是大姐呢！你怎么在我们家？你们家？这就是黎燕原本要娶的新娘。你个狐狸精！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曲奇娜，你又来干什么？燕哥，不就是让你加点彩礼钱吗？你至于不要我吗？昨天你不肯下车，我们也就到此为止了。燕哥，昨天是我们家不对，不该让你难堪，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办婚礼。懂了。懂了？肯定是这个狐狸精勾引你。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这一下，就当是我还你了。你若是伤着他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哦。我还是赶紧吃完走人吧，没必要把关系整复杂。刚刚吓到你了？还好，类似的事情呢，我也经历过，只不过我没有他这么勇猛。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和曲奇娜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不用跟我解释的。我是怕你误会了。唉，大家呢都是成年人，昨晚的事我也不会让你负责，而且我刚才帮了你，咱俩现在这是两不相欠。等下你还要去瑞江吗？赶我呀？怎么不能是留你呢？瑞江离这里有200多公里，我得吃完赶紧出发。看这天气，待会儿可能会下雨的。啊，那我今晚先去民宿住。民宿没房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民宿我开的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今年30岁，独生子，家里只有老妈和爷爷，目前在经营一家民宿，请愿。要不我们试试？要不我们试试？李，出来！李，把那狐狸精叫上一起出来！刚走一个又来一个。你先安心吃饭，等我回来。李，我们是相信你的人品的，自然也相信你做不出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事。我知道，是那个狐狸精勾引的你嘛，大不了就咱们就给点钱。干嘛？嘴巴放干净点。爷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怎么打人呢？我就最后再跟你们君子一次。昨天是你们逼着让我加彩礼钱，说否则婚礼取消。我不过是按照你们的要求，婚礼作罢而已。你们要是再敢来无理取闹，我就跟你们算算，你们曲家到底从我这捞了多少？李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会亲自去请村里的老一辈，主持公道。你等着。走，没完！去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这个姓曲的呀，都替你们臊得慌。呸！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走了。我的提议，你考虑吗？什么提议？你听见了，
我不知道，我可能没法刚从一段关系中出来，又进入到另一段关系。没关系，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，我都接受。既然是出来散心的，不管去哪个地方都一样。江洛川也很有意思的，就让我给你做导游吧，怎么样？月月啊，季运晨这小子啊，天天来家里找你，昨天愣是顶着大雨在外边站了一整天。他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。月月啊，你看差不多气儿消了就回家吧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我和你大伯还是有点担心的。月月，怎么了？谁在你旁边啊？没事，我旁边有只小狗。那你早点回来吧，记得每天给家里报平安啊。好。你干嘛？我看你耳朵脏了，帮你擦一下。有你这么擦耳朵的吗？昨晚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好了，你不要再提昨晚了。大雨滂沱下了一天，还蛮感人的。考不考虑原谅他？至今他也不要彩礼了，要不要考虑娶她？你肯定没见过养蚕纺丝吧？就当是你来嘉洛川的第一个旅游项目。走，我带你见识见识。哇，尝尝，很甜。这可以随便摘吗？等你跟村子里的人混熟了，就可以随便摘了。这样，那应该是等不到。好吃，你要不要也尝一个？我手糙。确实好吃。哇，好美的院子啊！还不错吧？想进去参观参观吗？可以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这是你妈家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也没问呢。小燕回来啦。妈，哎，这位是？这是月月。月月，这是我母亲。阿姨好。哎，月月，快坐。来，月月，喝点水。阿姨，您这衣服真好看。这个呀叫蜀锦，自己织的。年轻的时候啊，跟小燕的外婆啊学了点手艺。这也快中午了，你们待会留下来吃午饭。哎，正好，要不然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养蚕和织布。那就麻烦阿姨了。不麻烦，那你们先坐会儿，我啊去摘点瓜果蔬菜回来啊。哎，要不要一起去摘采？这菜在地里又不会跑，明天再来就是了。哦，
程程，刚洗了，没打过农药。表叔，我要吃糖。那谢谢表叔。少吃点，别蛀牙了。慢点，莹莹啊。嗨啊，是我大舅的孙女。小女孩真可爱。你挺喜欢孩子的。这么可爱的小女孩，谁不喜欢呀？那要不我们生一个？最近听说生孩子有福利的。没事吧？怎么满口虎狼之词？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不正经。在你眼里，我之前很正经吗？装，我不跟你说。慢点走，刚下过雨，路滑，别一会儿掉到田地里，给人家菜压坏了，可是要赔的。我才怎么样？我说吧。姐姐，这是我养的小白兔，你要和它一起玩吗？好啊，来，妈，我帮你。好。小燕，这姑娘是咋回事啊？之前我们在医院认识的，昨天路过我们村附近，车出了点问题，凑巧联系我帮了个忙。所以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你不娶曲吉娜，是不是因为他？当然不是啊，我跟曲吉娜本来就没有感情，也怪我没有考虑好婚姻是什么情况，就急匆匆做了这个决定。集团继承这事儿啊，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你呀，还是好好想一想啊。以后的事儿就以后再做决定吧。阿燕，蒙村长，好啊，你个狐狸精啊！你勾引男人勾引到我们村来了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谎！你敢动他一根头发试试？哎呀，有没有天理啦？你都娶了我们家吉娜了，还带个狐狸精来？哎呦，我们老曲家的脸可往哪儿搁呀？哎呀，妈妈，你别哭了。燕哥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小三不要我了吗？我成小三儿了？燕哥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小三不要我了吗？哭够了再来说事。想法吧。说吧，你们来是打算还我钱？我闺女都跟你了，还什么钱？莫婶子，阿燕，老许家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了，这种临时加彩礼的歪风邪气是不对的。我们啊，对他们做了批评。过几天重新办一场婚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婚礼作废就是作废，不可能重来。你们要是再纠缠不休，别怪我跟你们清算之前的账。还有一点需要澄清，在昨天之前，我跟秦苑没有任何联系。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叫她狐狸精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李烨，我们曲家已经低三下四给你台阶下了，你别目视抬举。哼，那我还要感谢你们曲家宅心仁厚了。你，阿燕，这婚事儿当真作废了？对。是啊。哎呀，书记，要不要跑起来了？燕哥，你能送送我吗？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。单独就没必要了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看我干嘛？燕哥已经被你抢走了，我说几句话怎么了？有事说事，别动手动脚。燕哥，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是不是？
所以不跟我亲近。保持距离是好的，没到结婚最后一步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。那他呢？你们两个住在一起1晚上，你敢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为什么他可以，我不可以？感情的事很难解释。如果说我们家没有家财力，我那天义无反顾的跟你下车，你是不是就不要他了？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，我们的婚事已经作罢，给过的钱我可以不收回。去找你的幸福吧。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！姐姐，你是表叔新媳妇吗？不是，莹莹，老师有没有告诉你，这大人的事儿啊，小孩子不要管。月月，坐。月月，你哪里的人呢？荣城的。荣城，大城市那好啊。阿燕啊，以前也去荣城闯荡过，哇，她运气不是特别好。阿姨，我没给你们添麻烦吧？没有，阿燕是我生的，她的性格我太清楚了。这曲家一直得寸进尺，即使你没有在这里，这婚啊，他也结不了。回来了，那我去做饭啊。没事吧？谢谢了。本来这是我给你带来的麻烦，但你要是非要谢的话，那就……大白天的，还是在你妈妈家里，羞不羞啊？到晚上回去就可以啊。这里就是你养蚕的基地，你看这些啊，白白胖胖的，它的学名就叫做蚕宝宝，非常的美，你看很可爱，你来试一试。深呼吸，新鲜空气，仿佛你在身边而已。每当和你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。窗口的风吹醒自己，只要和你都有意义。时间还早，要不要去楼顶乘凉看星星？好啊。这就是你开的民宿啊？对。看着不错。英哥，英哥，带嫂子回来了。嫂子好。哎，对，你们看着也就17、18岁吧，叫我姐姐就好了。嫂子姐好。那个，对了，连哥，这最近游客越来越少，这生意确实不咋地。民宿不是满房吗？臭小子，民宿生意不好你就直说，骗我说满房了。我回头再收拾你。快跟我走吧，待会儿星星要下班了。早点休息啊，燕哥。哇，你还会这个呢？啊，以前啊学过，度数不高，尝尝。虽然我不懂酒，但是还挺好喝的。月，如果我有病的话，你能接受吗？你能有什么病啊？想知道？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
现在可以说了吧？神经病！哎，你才神经病呢！是你自己让我亲的，你还骂人。对，我有神经病。别感冒了。哦，你以前对曲吉娜也这么贴心吗？怎么？吃醋了？八卦一下，你跟曲吉娜到哪一步了？唉，很在意啊。不说算了。我跟曲吉娜连手都没牵过。哦，那你是第一次。你不信？你也老大不小了吧？之前在外闯荡的时候没有交过女朋友。或许别的女孩看不上我吧。那昨晚要是别的女人，你也就接受了？怎么可能？不管是曲吉娜，还是你前未婚夫，那都是过去式了。现在和将来，只有你和我。真的会有将来吗？你说新嫂子跟燕哥到哪一步了？我哪知道呀？大哥懂。哥，我觉得呀，新嫂子已经把燕哥拿下，燕哥把嫂子拿下，什么明神战？燕哥，你来，有话就说。我说，燕哥，你跟嫂子是不是已经那啥了？这还问呢？怎么就我问呢？就小屁孩，别问不该问的啊！早安早。早。那个，我们准备一块去捡菌子。对。走，带你去见识我们山里的宝贝。我这边。哎，嫂子，怎么样？捡菌子好玩吧？啊，我没想到山上有这么多菌子。嫂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菌子啊也喜欢看美女。知道嫂子进山啊，那是蹭蹭蹭往外长。就你会说话呀？那啥，嫂子，我们就先回民宿那儿了啊。快走吧，回头做好了菌子汤再教你们。哎，这菌子真不错。哎，我大伯之前去滇南出差的时候吃过鸡枞菌汤，回来之后啊就一直念叨这口鲜味儿。地址发给我，我明早再去捡一些，然后下午走冷链，你大伯后天中午应该就能吃上。行啊，谢谢你。应该的，客气什么？发过去了。怎么了？你是想问我之前对曲吉娜一家是不是也这么周到？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对曲家是因为我知道我给不了他想要的，所以有心不成。但对你，我是诚心讨好，看不出来吗？说话挑不出来一点错，渣男胚子。说话严谨还不对了？我去洗菌子了。没事吧？两位，在老子这里卧底1年，有何收获呀？说有没有其他同伙？说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我说，其实这个雇佣兵都是我们的人。
行，你有种！我知道这样的心撬不开你的嘴。不过，不要冲我来！怎么？你有话要说啊？下辈子我们还做生意。走，去！怎么这么烫？下辈子我们还做生意。走，李艳，你醒醒！李艳，你好像有点发烧，我们去医院吧。我没事，就是做了个噩梦而已。哎，你是不是吃菌子中毒了呀？那我们还是去一趟医院吧。啊，不至于，你继续睡，我去阳台吹吹风就好。为简而为节哀，李警官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了，但他为国家的禁毒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他是人民的好英雄。我儿子就留在村上了，孙子我要带回荣城，可以吗？爷爷，我不想回荣城，我要去考警校。李艳，感觉还是有点烫啊！你这样吹冷风降温可不行，要是着凉了，那明天不得更严重了？没事儿，身体好，陪我待会儿。嗯。冷不冷？有点儿。这样好些吗？嗯。你真的不用看医生，也不用吃药啊？我不爱吃药，我想吃点别的。我想吃点别的。不给亲。你抽烟了？不喜欢烟味。非常不喜欢，而且抽烟会产生二手烟，会大大的增加身边人得肺癌的几率。好，以后就不抽了。嗯。哦，哎，真的不烧了耶！看我好了，这么开心啊？嗯。你再睡会儿，我去山里捡菌子，等我回来给你做早餐。妈，哎，你去哪儿？去你家去哪儿？前两天月月不是说了吗？喜欢咱们的明珠服饰，这不我刚去你祝婶子家拿了一套新的，一会儿啊，你给她试试，看她合不合身啊。我拿。小燕啊，你确定月月一个人在家？月月，没事吧？我想煎2个鸡蛋，在煮碗面，小生火，没生着。没事没事，没起火，就是那个刚才啊把灶洞给堵了，掏一掏就没事了啊。对不起，阿姨。没关系，人没事就好。想给我做吃的？你不是一大早就要去采蘑菇吗？那回来肯定饿了呀。好啦，小燕，你赶紧带月月去洗一洗，我啊去把灶屋给弄了啊。好嘞，妈。
这怎么搞的？疼吗？应该是拿树枝的时候不小心被划的吧，不疼。林燕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笨啊？为什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有些事儿有我就好了。妈给你拿了套新的民族服饰，快去试试，喜不喜欢？哎呀，真好看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出去啊，没人敢说你不是咱们村的姑娘。想不到月月穿我们这里的服饰更加美了。快吃面，吃完了带你去拍美照。你怎么拍成这样？挺好看的嘛。什么呀？你好，可以帮我们拍张照片吗？好，哎，谢谢啊。看镜头，3、2、1，你跳一跳。好看。哎，你们也是情侣吧？要不我们给你们也拍一张？我们好，谢谢。就这儿不错。来看镜头，3、2、1。腿酸不酸？要不要我给你捏捏？哇，李师傅手法真专业，我下次来还点你。清月，在你心里，把我当谁？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还真能把你当技师啊？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一边拒绝我，一边诱惑我。明明我们什么都做过了，我不是在逼你给我答案，只是这种感觉很不好受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甚至可以花10几年时间做同一件事情，但偏偏在你这里，我觉得等待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。李岩，其实我也……快下来，出人命了！孟村子，怎么了？阿燕，快，赶紧开车子去你家老宅，去见那妮子，不晓得啥时候可能要自杀了，快弄去医院看看救不救得过来啊！自杀？有人陪我女儿，陪我女儿，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！妹妹，哎呀，闺女，闺女没事吧？你个爱钱刀的，我闺女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们李家没完！都是你，外面没男人了是吧？跑我们村里来了，都是你！打死！我再说一遍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哎，要打架是吧？来，打完了，等到曲吉娜咽气了，咱直接把他塞棺材里得了，省事儿。闺女，哎，我
他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与你无关，一切有我。乖乖的，先回家等我。阿离，哎，先送他回去，别让任何人打扰他。好，燕哥放心。赶紧先把人送去医院。快把防病被开了！走吧，嫂子。他没带手机，我要。哎，嫂子，咱还是别去了。燕哥说了，在家等着就好了。啊，咱有事儿给小海打电话就行。是啊，月月，还是回去休息吧，别东想西想的啊。阿离，赶紧送他回去，别让那些好色的人啊去打扰他。好，婶子放心啊。嫂子，我这手艺没燕哥好，你先煎着吃。辛苦了。没事，吃吧。喂，啥？行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妹在学校跟人打架了。那你赶紧去看看吧，别让小姑娘受欺负了。可是嫂子，你这边我单叶哥……我没事儿。行，那我走了之后，你把门锁上啊，去楼上待着去。哦，还有碗筷啊，留着别动，我来洗。丫头，吃饭呢？你是？你叫我于阿婆就行。我呀是看着阿燕长大的。哦，于阿婆好。要我说呀，那瞿家就是活该，他还有脸去寻死。不过，要不你还是离开这儿，别留在这儿了。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想嘛，要是瞿家姑娘有个3长2短，那两家还不得扯皮啊？到时候阿燕还得保护你。再说嘛，你和他现在名不正言不顺的，那不是给别人留下把柄吗？于阿婆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我要午睡了，你要不先回去？哦，行。我说了那么多，还是为了你好。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。我绝对不走，我一定要等黎燕回来。喂，哥。哎，月月，你在瑞江吗？怎么啦？我来昆城出差，刚办完事儿，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你，过去找你玩2天。啊？咋了你？没事吧？位置发来，我去找你。哦，没事儿。我在瑞江的一个小村里，特偏僻，不好找。要不这样，我过来找你吧。也行，我在世博园这儿，你大概多久能到啊？我大概3个小时左右吧。好，我在这等你。好。哎呦，怎么办？刚说完绝对不离开这儿，现在就要把烂摊子交给黎燕一个人处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留封信吧。黎燕，等我回来。家属赶紧去缴费啊！
李烨，你跟我过去。哎，嫂子，我们到医院了，他情况怎么样？李艳呢？还有气儿呢，刚进手术室。他燕哥赔曲继德缴费去了。是那狐狸精吗？电话给我，给我！嫂子，我先挂了啊，我一会儿让燕哥给你打回去。给我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个兔崽子，你也姓曲？你想胳膊肘往外拐呢你啊？那曲继娜自杀是我们让她不活了吗？还是说你们脸皮厚啊？狮子大开口，当场加彩礼就是对的。我们也道歉了，也说了不加彩礼钱了，他咋还不知足呢？道歉？你杀了人就光道歉，就不用坐牢了啊？你胡搅蛮缠！这我跟你说不明白呢，我怎么？我哪能跟你说？电话。月月，喂，李艳，曲金娜现在怎么样了？曲金娜家属签字，病危通知书，跟你们说，这人很有可能救不回来。李烨，给我签字。月月，我先挂了，村里人谁也别见，没事的。他要是真的死了，我该怎么面对李艳？李烨，给我签字。我跟他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亲属关系。那可是你外公门的媳妇儿。没法律关系签什么字？出了事谁负责？直系亲属来签。我告诉你，文梅要有什么事儿，把他往回城塞的那个狐狸精，你倒可以试试看。不得了了！曲家那丫头送医院的路上就断气了。哎呀，瞎说，人还在抢救呢。李艳都说了，只要人能活下来，就立马结婚，重新办婚礼。我看不可能，曲家那一家子吸血虫，李艳就是傻子，会上当。哎呦，要我说呀，曲吉娜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城里来那姑娘你们都见过噻？哎呀，这是什么锅配什么盖，她跟李艳站在一起啊，那才叫登对。啊，你个爱钱的傻闺女，嘴上没个把门的呀！哎呀妈！你跟妈说，你还想不想嫁给曲家那小儿子？我想啊，那不是他妈看不上我吗？你听我的，正坐。山堂，妈，你这不太厚道吧？人不为己，哎，天打雷劈！只要把那狐狸精一揍，哎呀，给曲家出了气，说不定啊，人家对你另眼看了呢。还是妈聪明啊！来，狐狸精人在哪呢？给我出来！出来呀！妈，这屋里好像没有人。哎，妈，这好像是那女人留的信，看看上面写的啥。我大哥来找我，我先去陪陪他。你这边处理好了，给我打个电话，等我回来。喜欢你，也愿意和你试试。秦月，呸！城里的女人都是骗子，不能让李艳看到这封信。男人啊，都是傻子，说不定啊，还等着那狐狸精回来呢。就是。你去把陆小凤叫来，她考上大学了，字写的好看，让她帮咱们重新写一封信。好，妈，我现在就去，快去。哎，李艳的手机，干脆
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妈，哎呀，小凤啊，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吗？正好，咱们村又多了一名大学生。你识字多，帮婶子写一封信。写什么？就写，我对你没什么感觉，更不想拆散你和你的未婚妻。我走了，从此以后不再联系。婶子，这个忙我不能帮。你不是缺钱上大学吗？写了，这100块给你。快点回去吧。妈，嘿，你狐狸精不回来呀？李爱和缺丫头就还能成。等你小姑子嫁出去，你在你婆家也能安生点儿。医生怎么样？病人抢救回来了。哎呀，谢谢。麻烦你了，主任。没事。他后期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？不会，毒素都清除了，好好休养个把月就没事了。不过他应该不是真的想死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服用了农药，兑了饮料，死不了，但够吓人。只是这姑娘自己没掌握好剂量而已。我去，这曲家为了吃定你，不惜拿命来赌。哎呀，幸好没死成啊！燕哥，要不咱给嫂子打个电话？太晚了，别打扰她睡觉，一早再说吧。行。哥，哟，看来心情恢复的不错嘛。又胖了。再说。好了，咱兄妹俩可是很久没一块出去玩了吧？你大哥我做了攻略，手机。知道了。大哥，月月出事了，你大伯晕倒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我马上买最近的航班回去，你要不要一起？要。林月，月月，我回来了。其实我对你没感觉，更不想拆散你和你未婚妻。我走了，从此以后不再联系，请愿。不会的，你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。用我的手机删掉了你的微信吗？手机大概也浪黑了吧。林燕，其实我也那天没说完的话也是拒绝吗？其实你从来没有对我动过心。阿林，怎么样？那祸害抢救回来吧？根本就没想死，就让夏海燕哥逼得跟嫂子拜拜呢。嗨，这女人太可怕了。哦，对了啊，你那妞妞找到了？真的？
在哪找的？在木村长家后院蓄水池，已经淹死了。啥？死了？在后院呢，去看看，然后把它埋了吧。啊！月月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可能刚下飞机，有点难受。那要不你先回家吧。刚刚小李给我发过消息了，我爸已经没事了。不用了，我过会儿就好。行，那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开车。曲金娜真死了，所以他才迟迟不联系我。可是他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呢？李嫣，闭上眼就看见你的侧脸，这感觉像你还靠在我肩。明天再遥远，不过是训练，训练多疼你一点。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不屑，还是一秒的安慰，是我想你的滋味，微甜的滋味，让我能去面对。欠你的安慰，尽管你小燕啊，曲金娜没事吧？你寂寞的眼，但是清月好像走了。小燕啊，村里的闲言碎语太多了，月月这个时候走，对你们俩都好。至于以后嘛，妈妈给不了什么意见，但是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妈妈都支持你。妈，你知道昨天谁来找过他吗？应该没有谁吧，我专门还跟阿里嘱咐过这件事情。小燕，你爷爷也老是说想你，你啊抽空回去看看他，顺便自己散散心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你看谁来了？大伯，你怎么会突然晕倒啊？没事儿，就是老毛病犯了而已，也舍得回来。哎，月月，你脸色怎么成这样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。哦，那就好。大庭广众，说走就走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大伯要面子。你没有生大伯的气了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呢，月月，我还得跟你说一下，你呀，不要再把那个男人放在心上了。你和他没有缘分，该放下的还得放下。咱们往前看，好吗？嗯。Everything is elegant, colorful as porcelain. We'll never feel this way again. We'll never feel this way again. 爷爷，哎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哈哈哈！终于把大孙子盼回来了，赶路辛苦了吧？哈哈哈！先吃饭。好，少爷不会了吧？不用，自己来就好。吃饭。好，谢谢。
好吃吧？嗯，听你妈说你找了个相亲对象，现在处的怎么样啊？不太合适，分了。哦，也好，你们学历和经历太悬殊，往后这日子也难。回头爷爷给你物色个好的。爷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真心喜欢呐？那你还等什么呢？他好像不太喜欢我。他亲口对你说的？你站起来，站起来呀！走两步，走两步。你看看，你这么有腿能走吗？去追呀！当面连个答案都没有，你就这么放弃了？饭呢，什么时候都能吃。有想要做的事儿，你就抓紧去做。爷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撒泡尿的功夫，你要偷车啊？代驾。能告诉我这辆车的车主是谁吗？当然不能。姓韩？不是。姓李？不是。姓秦？这是客户隐私，真不能说。真是秦月的车，他会荣成吗？谢了。哎，我啥也没说，谢我干啥呀？月月，我们有个同学回国了，人长得可帅了，要不要我安排你们认识啊？算了吧，最近比较忙，估计没时间。你个千金大小姐，有什么可忙的呀？还放不下金运晨？哎，怎么可能？你别跟我提他，不然我怕我忍不住找人打他。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前几天出去玩有艳遇？肯定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别乱猜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。小姑娘，给我来2只，一共50。行。喂，和妹妹打电话中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妹妹，我不要了。Come back to my life, why you always say, why do we come stupid us, stupid us. 咋了？一会儿你就负责在这边放风，我负责进去偷啊！你确定？废话，他家我都不知道来多少回了，那之前东西在哪儿我没听。他哥还以为你多真心呢，多纯情呢，原来你成天在人门口蹲点儿。去！趁夜都没人，你好好放风啊！我进去，我是他。李艳，你还一直跟着我干嘛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答案。事已至此，答案还重要吗？对我来说，这很重要。黄金救援时间也只有72小时，超过3天就默认分手了。也对，我们开始的无名无份，露水情缘，分手就分手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登记领证结婚。
现在，民政局都下班了，你当然愿意了。我是认真的。你话说的好听，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，还把我微信删了？你就是在逗我。我删你微信不是你。这人像是喝多了没地方去的。我进去给物业打电话处理。林燕，我们开始的莫名其妙，结束的也无声无息的。你觉得我们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干什么啊？我进去看看你家有没有进坏人，随随便便放人进来，小区物业我不放心。不需要。至少让我进去喝口水。不给喝。当初你没地方去，我可不是这样对你的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他对我是真的喜欢。经常有男士进你家吗？你有意见？厨房有水，自己倒。你家里住1楼，家里没人，门窗都不用关的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关好的呀。别怕，有我。哥们儿，我说我迷路了，你信吗？啊！哥！你是谁？在这干什么？粗鲁！我是秦月的未婚夫，你哪位呀？我是秦月男朋友。你是你妈！季运晨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秦月，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清楚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了，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了新男朋友，该不会你也出轨了吧？行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走了。走。打电话报警。没这个必要啊。季运晨，我可以容忍你欺骗我感情，但你居然偷老娘东西！我人，后背，我后背，哎，轻点，警察叔叔，误会，麻烦你们了。应该的，对了，李队，你别这样叫我。李队，少废话，走。
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损失啊？他就翻了我2盒首饰，没什么别的事的话，你就走吧。我刚帮了你，你就赶我走？不然呢？我刚经历完一段失败的感情，就让我遇到了你，还偏偏让我喜欢上了你。你要是做好了决定，你为什么还要来骚扰我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让你别再来骚扰我。不是这句，你刚说你喜欢我，这句就够了。李艳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仗着我对你的喜欢，你就有恃无恐？不是的，你的喜欢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够了！我明明给你留了信，信上说我可以给你试一试，但是你忙完了也不给我打电话，还拉黑我的微信。你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留的信是说想跟我试一试啊？月月，我没看到那封信啊。啊？没看到？你走了之后，我发现有人偷偷翻进了我家，冒充你留下了一封分手信。啊，我知道那封信是假的，可我不知道你原来是想跟我告白。什么告白？谁要跟你告白？我跟你告白，我很喜欢很喜欢你。在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月月，请你做我女朋友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真不好？真的不好。不好。挺好看。李烨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可能在乡下待久了，人太多，有点不适应。小土包子，来，抓紧姐姐的手，可别走丢了。嘿嘿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把武器放下，不要伤害他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跑不了了。跑不掉，老子要拉一个垫背的！不让他！让开！再不走，弄死他！老子数到3。警察什么时候过？救命啊！别伤害他。耶！乖乖站远点，等我。你去哪儿？回来！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太厉害了！你别过来！我给你拍张照，把你的应有视频传到网上去。别过来！放网上去吧。嘿！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于燕，于燕，于燕，月月，你快跑！你快跑！
李烨，李烨，初步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病人身体没有大碍。那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刚刚说他在人群中忽然就这样了，那我判断应该有2种，要么他服食了致幻类药物，要么他有严重创伤后的应激障碍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TSD。那这个要怎么治疗？这是一种产生应激反应的精神类疾病，具体来说还是要等患者醒了再说，这不是我们医院的强项。老张，哎，龚主任，那个患者是我的朋友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秦小姐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当时急诊室的医生。你好，我姓龙，是阿燕的朋友。你好。冒昧的问一下，你们现在是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大概就是这样。等增援赶到的时候，李燕的队友已经牺牲了。李燕虽然活了下来，但是也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啊，你别太担心了，这个不是什么绝症，主要是他现在一直不敢面对，也不配合治疗。对于战友的死，他很内疚。他认为这不是病，而是他应该接受的惩罚。我也劝过他很多次，没有用。但是如果你说的话，也许他会听。我可以吗？他跟我说过，他这辈子也许会迫于家人的压力而结婚，但是不会有女朋友。可是现在他有了。这个字。李燕，你醒了。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我刚才吓到你了吧？对不起啊，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。其实我都知道了，刚龙医生都告诉我了。所以你之前做噩梦也是因为这个？月月，我已经好很多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发病，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在你心里，我是一个很软弱、很怕事的人吗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些吗？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我知道这是病，我也不是不愿意治疗，我只是害怕。怕什么？我怕我治好后会忘记战友的牺牲，我怕我的愧疚感会消失，我怕我对不起战友的牺牲，都怪我，都怪我才害得他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但是李烨，他当时让你跑，是想让你跑出当时的绝境。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你困住一辈子，你觉得他会愿意看到这些吗？别怕，未来的路我会陪你一起走的。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表，来，你先填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会问你一些问题，你就毫无保留的回答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如果让你感到痛苦，我们随时停止。
那你看一下。上次发病之后，外界的一切突发情况都可能导致你病情加重，所以我建议你入院治疗。入院治疗？对，为期1个月。待会儿缴了费，我是不是就不能离开这儿了？那当然了，医生都说了要封闭式治疗。如果我治不好，你还要我吗？你就放心治疗吧，就算给你治成了傻子，我也要。真的？只要你没有违法杀人放火，没有纠缠不休的前女友，没有私生子，其他的我都接受。当然，我跟着苗红从不违法犯罪，不会有私生子，也不会再有纠缠不休的前女友。李艳，他的死你怎么没给医生说呀？他的死？谁啊？谁死了？他是故意回避这个话题吗？曲吉娜。曲吉娜又死了？什么叫又？他不是喝农药自杀了吗？你说上回的事儿，他没死，他只是往雪碧里加了点农药。他这么做，只是为了逼我让步。不是，你听谁说曲吉娜死了？小海呀。他亲口告诉你的？那倒没有。但是他不是发朋友圈说让曲吉娜一路走好吗？朋友圈？那你看，小海说的是他养的那只猫死了，听说是掉别人家的蓄水池里淹死。猫？曲吉娜她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我走了之后，听说又开始想起来。时间无常，走吧。之前呢，我治过敏，你帮我付了钱。今天你治精神病，我请你。金小姐破费了。小事儿。进去之后呢，要好好听话，出来也要好好做人。那我进去之后是不是得也有个编号？我赐你一个吧，那就编号89757吧。编号89757，收到。这个月你打算做什么？旅游吧。最近太忙了，想去瑞江一直没去成。那祝你旅途愉快。也祝你早日康复。来这7天，说实话，还挺有意思。我有时候都怀疑，这里面的人才是没病的。等会儿 ，AI 技术当务之急应该向轻量化发展，要从算力堆砌转向效率优先，硬件突破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套量化模型啊，忽略了政策变量。开玩笑，贝塔系数已经突破了系统性突变。
小伙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是你。可是人类的细胞7年就更换一次，我已经更换8次了，还能是我吗？我不是我，我又是谁呢？我应当到哪里去呢？我又是谁呢？这个有意思啊。那我又是谁？你是我男朋友啊！你来做什么？我不能来吗？我是说你来做什么？唉，我也有病，焦虑症。我这么多期间见不到你，我焦虑了。医生说让我进来看看你，就是药方。我看你是真有病。进来一块吃。你别说，这个地方还真的有点意思。你看他们多快乐。这位病友，我能邀请你共舞一支吗？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'm never even, 'cause I miss the snow till death will be freezing. Yeah, you are my home for all seasons. So come on, let's go, let's go below. 有人说，人这一生很漫长，多数时间都是枯燥乏味的。我们就是为了几个瞬间而活。我想，这就是那个瞬间了吧。My snowman and me, baby. 经过一系列评估，你已经达到了出院标准。啊！哎呀，这家医院真挺不错的。推给曲金娜吧，我觉得她这多少有点……我觉得治好我的不是这家医院，是你。那你要不要请个主治医生吃个饭？好啊，想吃什么？你来选。喂，萧少爷，您在荣城吗？老爷又想喝酒，我要拦不住了。知道了。怎么啦？我爷爷他酒瘾又犯了，他的身体不能喝酒，我得回去看看。那你赶紧去吧。要不跟我一起去见见爷爷？发展这么快的吗？我月月啊，家里进贼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要不是今天我去你那儿送东西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放心吧，警察呢都已经来过了，我没事儿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，或者你来老宅。知道了。我去不了了，我哥知道我家里遭贼的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报个平安。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我还没跟家里人说咱俩谈恋爱的事，你要再给我点时间。好，那我就等着。喝多少了？你谁呀？哈哈，是，哈哈，你大孙子回来了。忘了自己高血压的时候有多危险了。哎呀，
我这心里啊有数呢。我要不说自己喝高了，你能这么快回来看我吗？是不是？下次想喝酒的时候，直接告诉我，我马上回来，行了吧？你咋不早说呢？早说我直接不就打电话了吗？哎，那个为啥回来这么快啊？是在荣城吗？刚好跟朋友准备吃饭。朋友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女朋友。什么？真的呀？哎，刚交往不久。那你这赶紧去，把他给我领回来呀！去呀！他刚好有事儿，就回去了。啊，喘气。那你接下来怎么规划的呀？我和他打算一起回家洛川，经营民宿，种桑养蚕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家洛川虽说环境好，要讲真正生活，那还得是咱们荣城，不是？我们会好好考虑的。考虑个屁！你赶紧给我回集团来任职。不说我定了人生大事就不逼我了。我说的是结婚，你结了吗？早晚的事。你小子别蒙我啊！退一万步来说，为了人家的女孩好，为了你们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，你赶紧给我回荣城来啊！他不会在意这些的。你小子要气死我呀！我可就你一个孙子，你忍心让咱们家的事业在你这辈儿没着落？可怜我这老头子呀，这辈子就攒这么点家业呀，这下子可就好了，老头，别张哭了，我会考虑的，你放心吧。那你不早说呀？酒呢？酒别喝酒了，回去给你沏壶茶。早说嘛，咱们爷俩再喝点。走了，外面聊。怎么了这是？锅里煮着东西呢。不是说我请你吃饭吗？怎么让主治大夫自己动起手来？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，之前在家洛川的是土灶，没有我发挥的空间。今天我要大展身手。咱哥怎么说？让我搬回老宅住呗。你答应了？当然没有。但是呢，他去找物业，你呢一会儿把你车牌号登记一下，以后进出会很麻烦，人脸也录入一下，省得进不来。要我用具？之前你收留我，现在我收留你，这叫人情世故。哦，以前同事老说我不懂人情世故，原来这就叫人情世故。那我可得跟你好好算算。别闹！爷爷给我准备了一套婚房，让我娶媳妇儿用，在二环的嘉兴江边上，我们搬过去住吧。二环江边儿，你知道那儿房价多贵吗？对不起啊，月月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坦白。黎明集团知道吧？我家的。怎么样？还行吧？
确实不错，视野好开阔啊。夜景还不错吧？行，我喜欢。嘿，老爷子要是知道他的孙媳妇儿满意他的安排，肯定很高兴。那咱俩元旦的时候回去看看爷爷呗。好啊，今晚就住下，好不好？那你有准备生活用品吗？你之前喜欢的那个护肤品的品牌，我准备了一套，放在洗漱间了。没想到嘛，挺细心。我细心的地方可多着呢，比如卧室的床就是我亲自铺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刚才你好像很不服气的样子。没有啊，我服。You're so very special, but I'm a creep. I'm a weirdo. 李艳，李艳，李艳，醒了？几点了呀？快12点了。中午了，完了！我早上约好陪2个朋友去瑜伽馆，下午要去大博集团的。哎呀，不用着急，先前你朋友打电话过来，我跟他们说有点不舒服。你接我电话了？怎么？没事，就是他们肯定会多想的。都是成年人了，男欢女爱的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哎呀，好了，你接着睡一会儿。我约了阿龙去见一面，下午回来接你。到时候我们回老房子收拾行李。看样子你这是完全痊愈了呀。哎呀，韩星啊，咱俩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说话还没一个认识半年的女孩好使。你能让我亲亲抱抱吗？行了，都会说骚话了，看来啊，你是真的好了。有人说男人没工作给不了女人安全感，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你觉得我能做点啥？哎，你还没给秦月说你自己的家庭情况吧？就你爷爷那边的。我想靠自己养心爱的女人。我爷爷就算他有几百个亿，那也是他的。哎，你的行，你要是真想找工作啊，我倒有一个合适的推荐。摩托车驾照你有吗？有。那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你。什么工作？骆驼106啊，我知道。喂，月月啊，我到了。好，我马上出来。是。跟我回头说啊。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么快就放出来了？废话，我毛也没偷到，也就拘了1个多月吧。听起来还挺骄傲。不是你在这干什么啊？嘿呦，送快递了啊！有意见啊？咋不服啊？啊！李艳，等久了吧？不久。哇，你这造型，送快递啊？有眼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送快递养你。送快递多辛苦啊！我有钱，我养你。那个月月，我你最爱的阿晨，你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？月月，你听我跟你说，
我从始至终我都没有选择想要伤害你。那个女人我已经跟断开关系了。她，你俩在一起了？不是他有什么呀？他长得是挺好看，他除了长得好看，他啥也没有。他都送快递了，他都。哎，你个偷钱变感情的土贼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他？你走。哎，你不能走。还不滚！哎，别！实话实说了吧，我现在急于一笔，钱来周转，除了你以外，我实在找不到别人来帮我了。我求求你，你就帮我这一次，我可以先欠条，高利息。没钱。今天你只要别借钱给我，我就不走。好好跟你说话不听，非得动粗才行是吧？跟我进去。爷爷，用不着跟这种人啊！消气。打人了！你打死我吧，反正借不到钱，我也一样是死。你不如现在就打死我，我父母好歹也能拿点赔偿款，也当我尽孝了。爷爷，你现在紧不紧张？心跳快不快？头晕不晕啊？啊？不紧张，不头晕，心跳也正常。啊，那就好。接下来交给我。你先起来，我给你钱。真的？嗯。月月，我就知道咱俩3年感情不是白处的。当然了。那个，我还差106万，你看你能帮我投多少啊？106万。哎，我给你100。嗨，自己买彩票去吧。月月什么情况？听说是买彩票中了头奖，一下子没扛住。看到这情况，即便保住了命，也是植物人了。听听吧。哎，你今晚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还是我来吧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，我这不有点担心你吗？这位啊，他是我男朋友。哥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这是取快递去了？啊，这是我客户的快递，我怕丢了就给取过来了。客户的快递？你是送快递的？对，我是送快递的，主要负责同城闪送。好。要不我们坐下来？你先陪哥哥聊会儿，我去给哥哥倒杯水。你坐着，我倒水就行。哥，哎，坐会儿。好好好。这家伙不会是已经住进来了吧？哥，走。怎么认识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在滇南旅游的时候认识的呀。哎，哥，喝水。哎，好好好。谢谢。你们多久在一起的？
我和月月是1周前确定的关系。年龄30。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哥，你查户口呢？我是荣成电子科技大学的。哦，荣成科技大学啊，那你应该比我小一些，说不定以前我们还见过呢。我只在学校待了2年多。那你还没拿毕业证？也可以这么说。那你这好，招待好顾总，我马上到。哥，你要走了？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哎，哥，我送你。走。拜拜。哥慢走。我说老哥哥，咱俩好不容易聚一下喝杯茶，老叹什么气呀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就我们家那小闺女，最近谈了个男朋友，听秦耀说是个送快递的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送快递的？不至于吧？那月月眼光那么差？我也担心自从上次那个事儿，他的心结一直没有解开。他要是真的随便在街上找个盲流子谈恋爱，到时候我还不敢多劝他，怕适得其反呢。哎呀，这么好一姑娘，怎么会遇人不淑呢？上一次谈恋爱，就是因为我由着他才会变成瑞样。不行，这一次我必须要干预一下。哎，我有个办法。你快说说。我有个侄儿单身刚回荣城，把他介绍给月月，包他能看上。谁呀？黎燕，他爷爷是黎明集团的黎建中。黎明集团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他人怎么样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他是立过1等功，论人品那也是1等1呀。那长相呢？帅的那跟男明星似的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样，你赶紧组个局，越快越好。这事儿要成了，今后无论是在人前也好，人后也好，我都叫你哥。我的老哥哥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那是，来喝茶。嘿，行啊。打扮的这么漂亮，还要去约会啊？有个叔叔要带我认识一个老前辈，小时候他帮过我，不好拒绝。月月要一个人吃午饭喽。真巧，我中午呢要陪我大伯去吃午饭。那晚上见。算了，还是现在吧。你不是刚穿好了衣服吗？呀！老哥哥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定满意。大叔，这也是我侄子，给秦伯伯带好。秦伯伯，你好。好。小伙子长得挺结实了，来，快点坐。来，小爷还没有谈女朋友吧？谢谢。我大伯，什么饭不能在家里吃啊？这就看对眼了，有戏。来，月月坐。来坐。月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呀叫黎燕，
是你德叔的小侄子。小叶，这是月月，我闺女。于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月月小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好好好，小叶，你今年多大了？30。哦，我们家月月26岁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月月可是被我们培养的非常好的，这个琴棋书画，那是每一样都曾经尝试过的一点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这不是让你们相互了解一下，交个朋友吗？啊，对了，你不是最崇拜英雄吗？我告诉你，咱们小叶以前啊得过1等功，是大英雄了。哇，小燕哥哥厉害！啊，都是过去的事情。哦，这刚好，咱们家月月呢也是单身，要不然你们俩就尝试着交往一下。我看挺好的。大飞，谁跟你说我是单身？我有男朋友。你那个算什么男朋友啊？但凡他有那么一点上进心，都不可能去送什么快递。你看咱们小叶啊，对了，小叶，我还没问你，你具体的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送快递。来吧，没事没事。没想到这小叶啊，挺有幽默感的。秦伯伯，我是真的在送快递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没开玩笑，而且我也不是单身了，我有女朋友。就是月月。不。大哥，你要不别喝水，我怕你一会儿。没事没事，你说的真的？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半年前，我去荣城医院看望老朋友。那这么说来，这还算是有缘分了，是吧？不过呢，小叶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？你总不可能送一辈子的快递吧？另外呢，咱们家虽然不算是大富大贵，但是咱们月月那可是教养着长大的，我是不可能让她跟着你受苦的。我又不在乎。没问你。关于这个，我哟，老哥哥嘞，你多虑了。黎家就这么一个后人，那未来掌管集团肯定是他呀，所以怎么会让月月吃苦呢？这还差不多，这还差不多。服务员，哎，上菜上菜。秦伯伯明明知道你有男朋友，还要给你介绍，看来在他眼里，你眼光也不怎么样。唉，说的也没错，我选男朋友的眼光确实不怎么地。我例外，我看秦伯伯对我好像挺满意的，我也算是见过家长了，什么时候去见见我爷爷？人家老人家眼巴巴的等着呢。行啊。好，那就明天。这么急？那毕竟我挑女朋友的眼光也不咋地，我得抓紧让老爷子给我把把关。咦，我错了。哎，你看我后面头发是不是有点乱？不乱。
那我衣服是不是有点大？不用紧张，我爷爷他呀，一点也不严肃。说的精巧。啊，阿燕，回来啦！爷爷，这是我那孙媳妇吧？爷爷好，经常听黎燕提起您，早就该来拜访您了。哎，好，可不就早就该带来了吗？外公可是天天盼着你早点把他给带回来。表弟，多年未见，把我忘了？阿燕，哲泰啊，从小就去了国外，你们小时候见过他？有点印象。表哥好。你好，弟妹。这就是月月吧？月月，这是你姑姑。姑姑好。那就别站着了，还是坐下说吧啊！哈哈哈。月月，你大伯和大娘都还好吧？劳烦爷爷挂念，他们都好。爸，你认识月月的家人？我听阿燕跟我说过，月月的大伯呀是秦氏集团的总裁，德良和他们关系很好。来人，把我准备的礼物拿上来。月月，你们可要好好过日子。如果阿燕敢欺负你，你就来找爷爷，一定给你做主。爷爷，这孩子，长者赐不可辞，拿着，爷爷给你的。看我干什么？爷爷都说了，长者赐不可辞，你还敢不要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谢谢爷爷了。月月乖，阿燕，你们的小家也成了，接管黎明集团的日程也该提上来了。爷爷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外公，表弟志不在此，你何必为难他呢？我和月月打算以后回嘉洛川开民宿，种桑养蚕。是啊，爷爷，我还想跟阿姨学织书锦呢。月月，你可别被阿燕给忽悠了，你们还年轻，你们还大有所为。爷爷，这事儿咱们以后再合计好不好？月月第一次来，你不是说了还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吗？哎，也对，哈哈，完事儿再收拾你这臭小子，先开饭。哈哈哈哈哈。怪我没有提前调查好黎燕的女朋友是谁。他刚才的话不能全信，指不定是以退为进的伎俩。那我二叔那怎么办？秦月嫁进黎家，得好处的是黎家人，但若是黎燕娶了你二叔的女儿欣然，受益的就是我们江家。只是黎燕和秦月现在这么恩爱，能行吗？我刚让人查过了，这秦月性子烈得很，谈了3年的男朋友，被他撞见出轨，说踹就踹了，而且那人现在好像成植物人了。这女人现在这么狠吗？总之，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放任黎燕和秦月继续发展了。行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燕哥哥，你为什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呀？
你希望我回去继承家业吗？我希望你做自己，开心最重要。没钱也行。嚯，我高低也算是个小富婆，好不好？包养你，那还不是绰绰有余？真的吗？啊，那我真的不想走弯路了。哎呀，在外面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有没有发现你那个表哥还有表姑有点不对劲啊？表姑父年轻的时候好像做了一些错事，一家人被赶出了国外，现在回来，应该是想争继承权吧？那你想争呢？但我又不想爷爷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，毁在了心怀不轨的人手上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但最起码，我不允许他们伤害爷爷。他们的心思啊都写在脸上，爷爷肯定不会被骗的。月月，谢谢你的出现。不客气，李烨，也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余生还请多指教。余生请多指教。这句话好像一般出现在朋友圈官宣结婚的文案里吧？所以，你是在向我求婚吗？怎么，不愿意？愿意。怎么会不愿意呢？知道了。月月，这2天我们约两边的长辈一起见面吧。这2天，这么着急？你不是说要包养我吗？我太想进步了。爷爷，李导你好，身体安康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早有耳闻你那当年雷厉风行的风采，没想到啊，我们有朝一日还成了亲家了。两令见笑了，这还是沾了2个小孩的光啊！是啊，来里边请。来，实验哥哥，我来帮你拿吧。你是？我是阿哲哥哥的堂妹呀，欣然。小时候你还救过我呢，你忘了？哦，有点印象。燕燕，没想到你从小就见义勇为啊！那可不，那时候啊，什么阿猫阿狗落水了，我都会救，毕竟是一条命嘛。走吧。哥，他们什么意思呀？沉住气，笑到最后才是赢家。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那以后就要经常聚一聚。一点。欣然，这里就属你最小，快给各位长辈哥哥们倒杯茶。好。表哥，欣然得单独敬你一杯，感谢你当年舍命相救，把我从池塘里捞起来。陈年往事，不用放心上。还有这事儿，那这杯茶确实得要好好喝。那好吧。
表哥，你现在是不是很难受啊？让妹妹来救你吧。表哥，你谁啊？我表哥呢？江小姐，阴谋没得逞，一定很失望吧？哎，弟妹，表弟应该就在这个房间里休息啊。燕燕，你跟爷爷在一起啊？爸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这要问问你们江家的好侄女啊！婶婶啊，你快救我！爷爷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们黎家没你这姓江的孙女，你们这些下作的手段，竟敢带进我们黎家来！我看平时给你们的自由太多了吧？欣然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赶紧道个歉，这个事就这么算了。这明明就是你让我……不必了，江小姐，不管你是自愿的还是他人授意你做此事，以后都不准再踏进我家半步。表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够了！别以为我老了就看不出你们那些小手段。20年了，我以为你们江家能够悔过自新，没想到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今天家里有客人，我是给你留最后一丝脸面，现在就从后院的门都立马给我滚出去！从此以后，黎家与你们再无任何关系。哎，给这称，哎呀，哎呀，后院准备了烟花，一会儿我要求婚，帮个忙。嘘。月月，想看烟花吗？行啊，那咱俩现在去买。退后一点。啊？往后退一点。你什么时候搞的？我愿意。快站好，我还没送求婚戒指呢。清月女士，余生很长，请问是否愿意陪我岁岁年年朝朝暮暮，从此不离不弃，白头到老？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配合你的小任性，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，无名指的意义就是我和你。
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。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？忍不住要向你靠近，这你自紧握双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就是答应的好，都1年了，我要的重孙子的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在努力了。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！你不回来接管集团，这份家业总要传给重孙吧？我们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。挂了。大宝，少吃点，看都胖成啥了。来，你玩吧。王仔，别跟二毛抢。唉，爷爷又催了。老人家没办法。唉，不过咱们有这么多只小猫，怎么不算儿孙满堂啊？哎，我有时候在想，缘分真的很奇妙，但凡咱们的相遇有一点点偏差，都不会有今天。其实第一次见的时候，我就心动了，只是没有想到，还有机会能够再次见面。